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米。视频开始前，先问大伙一个问题：10英寸左右的常规尺寸平板和8英寸左右的小尺寸性能平板如果说选一台作为日常使用的话，你会怎么选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不得不说这两年小尺寸性能平板的呼声呢一直都挺高的，但是市面上可选择的产品和常规10英寸相比呢属于是寥寥无几。之前基本就是 iPad mini 和拯救者 Y700。不过最近呢，终于有2位新玩家入场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红米的首款小尺寸电竞平板 K-Pad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最近2代红米 K 系列手机的设计水平发挥呢并不稳定。K70 系列不错 ，K80 系列眼前一黑。K-Pad 呢虽然说没能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按照不乱设计就是最好设计的原则确实呢也挑不出啥毛病。后盖布局呢和 iPad mini 差不多，左上角单摄微凸，底下多了条装饰，和后盖齐平。我们买到的这台 K-Pad 是烟霞紫配色对比同为紫色的迷你7呢要更深一些，更加接近于迷你6的颜色。金属机身没有塑料支架，整体质感呢还不错对比 iPad mini 7呢边框也要更窄。不过细看的话 ，K-Pad 呢其实并没有做4等边设计，上下边框宽度略大于左右两侧，前置摄像头呢在短边位置。顶部电源键呢，并没有像迷你7那样集成指纹识别功能，生物解锁和 Y700一样，都是基础的2D 人脸识别。因为边框和屏幕比例的差异K-Pad 的机身宽度接近迷你7，但整体上呢要更长更重，裸机实测重量呢是337克左右，介于迷你7和 Y700之间。所以握持手感这块，迷你7明显还是要更加轻盈的。当然，在电池容量、扬声器、马达等堆料上，另外2台呢要好不少。小平板呼声高的原因主要呢还是玩游戏更爽，方便携带但和目前另外2家安卓小平板不同 ，K-Pad 的核心 SoC并不是大家期待的骁龙8 Elite， 而是天玑9400加。因为从手机的测试结果来看今年8亿高负载游戏呢普遍是要强于9400的。那么平板的大金属机身加大 VC 液冷能不能大力出奇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3台机子游戏实测数据均基于零售自购版。星铁黄金的时刻极高渲染分辨率下，K-Pad 的渲染分辨率呢是1728×1080，20分钟跑图平均呢是58.9帧，整机功呢是10.5瓦。前面9分钟这段呢帧率还不错但是之后帧率波动开始逐渐变大了，11分半之后会阶段性掉到50帧机身最高温度呢也是来到48度左右。游戏帧率呢是明显强于 iPad mini 7但是又不如8亿Elite的 Y700 4代来的稳。调度上来看呢 ，K-Pad X925 大多数时间呢是最高30赫兹，X4呢基本在2.8赫兹 ，A720 全程处于低频，平均频率呢是2.71加2.63加0.97赫兹。对于 1080P 星铁来说，这个 CPU 频率显然是不够狂暴。当然，调度不够激进我估计呢和它的散热设计有些关系。10瓦左右性能释放下，背面温度呢确实不算高反倒是屏幕中间来到了48度以上。虽然说热源比较集中，手指主要操控的区域呢还好但毕竟最高热源在正面有时候呢难免会摸到，导致体感不太舒服。压力小一点的绝区零排名呢基本和上面差不多。K-Pad 分辨率呢是883P， 平均呢是59.3帧，游戏过程会经常掉到50帧左右，帧率稳定性依然不如 Y700， 机身最高温度呢依然在正面45.5度左右。游戏过程中X95频率上限锁在了3.37赫兹。X4大多数时间呢在2.4G赫兹，偶尔呢飙升到2.7G赫兹，平均频率呢是3.24加1.83加0.92G赫兹。不过原神环节K-Pad 呢总算展现出了电竞平板该有的水准，分辨率呢是1729×1080，平均60帧一条直线，而且功耗上来看呢优化的也不错，只有6.5瓦要比 Y700 呢还更低一点。调度上 X925 和 X4 全程快速提频快速降频最高呢是2.9加2.8G赫兹。20分钟游戏平均频率呢是1.55加1.8G赫兹加0.9G赫兹。虽然说这高负载游戏确实有点用户狂暴但有一说一这一次 K-Pad 的日常流畅度竟然出奇的还不错可以说是我目前用过最流畅的小米平板动画 Q 弹流畅度稳定性竟然要比 K80 至尊版更好。另外，现在澎湃 OS 锁屏界面和桌面壁纸这一整套预设美观度质感确实做得挺好的，即便是在平板上也是要领先有上一个身位。程序冷启动 X925 和 X4 都可以根据负载飙升到3.3加3G赫兹，应用内的子页面点击加载也能到这个频率。
另外，无论是高负载玩游戏切出来，还是电池温度达到42度以上都没有出现 CPU 进一步降频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呢，确实会觉得小米的产品线不同机型流畅度表现有点迷惑。K80至尊版作为手机，日常流畅度稳定下，应该要更加注重优化效果结果呢 CPU 温控明显偏松，小掉帧呢略多，游戏表现的话可以。K-Pad 作为游戏平板，日常流畅度优化的还挺好反倒是游戏环节调度呢不够开放。当然，平板上的澎湃20问题呢也不少，尤其是这个大文件夹。手机上大文件夹呢都是占用2×2的格子，但是在 K-Pad 上竟然只占用了1×1的格子。讲真你这9个图标挤在这么小的一块区域里，还能叫大文件夹吗？日常使用呢就很容易误点到，明明想打开这个应用结果点开的是另外一个。因为澎湃20 Full Pad 的侧边栏只有视频、游戏、会议界面呢能触发，而且这几个模式下，侧边栏呢也不能打开新应用。快速打开常用 App 呢，得靠底部这个 Dock 栏。但如果说你恰好开启了平板的竖屏锁定那么在全屏播放视频的时候，或者说全屏游戏环节，呼出 Dock 栏呢会触发一个非常稳定的 bug。你看这 Dock 栏呼出了但又好像没完全呼出，然后全屏画面呢会飘闪而过。关闭竖屏锁定之后呢就正常了只能说金粉老师的发挥还是挺稳定的。最后来聊聊 K-Pad 的屏幕和外围规格的一些使用感受8.8英寸16:10 LCD 屏，3K 分辨率，平时看小说啥的，文字显示精细度相当不错。亮度这块呢 ，K-Pad 有点不走寻常路第三方应用内的激发亮度可以到平均630尼特加，但是自带相册里呢只能激发到500尼特左右属于是少着第三方 App 亮度高于自带相册亮度了。不过目前系统版本显示设置里的阳光模式开和不开呢，手动最高亮度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是 LCD 屏屏幕边缘呢看着会有些小黑影。续航方面 ，K-Pad 搭载了7500毫时电池，200尼特连续播放 B 站视频，坚持了13小时09分，明显好于 iPad mini 7，但是 Y700 4代相比要弱些，电池容量、发歌平台的解码都会有些关系。虽然说红米是第一次做小屏电竞平板但是双马达、双 C 口这些呢是直接给安排上了，支持旁路充电，长边 C 口呢支持 USB 3.2+1，最高传输速率呢是5Gbps， 支持 DP 投屏。短边 C 口呢虽然说仅支持 USB 2.0但是呢也支持 Host 模式的数据传输可以接鼠标、硬盘、U 盘这些。充电功率上，两个 C 口呢都支持67瓦有线这点好评，省去了接错充电口的问题。15分钟充入电量呢30%，0到100%充电耗时呢是62分钟，实际充电速度对比 Y700要弱一档，但是横向对比来看呢，在平板里面应该算是中规中矩，反正比 mini 7是快太多了。马达这块也和 Y700一样，用的是双0815规格，不过马达震动这块呢，红米的调教会更加出色，震感清脆，适配场景呢会更广。扬声器虽然说只有2颗，但是尺寸较大，达到了2016规格。而且根据官方的意思呢，2个扬声器拥有4个音圈，外放体验呢也是相当不错，基本可以当个小音箱来用了。这里我们也是录了一段音频放在视频结尾，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听一下。